在湖南的一座大山裡，藏着一處幽靜的山谷。這裡沒有公路直達，只能順着一條山間盤山公路徒步進山。一路上草木瘋長，野花遍地，新舊電線桿零零散散立在路旁。步行將近2公里，連片的黃土老房子才終於露面。老屋仍然堅固如初，屋前開墾着小菜園，處處都是生活煙火，宛如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。生活在這裡的是一家4口，他們守着深山小院，種菜餵雞，還養了山羊，衣食全都自給自足。早年來，村子裡的住戶滿滿當當，後來大家都搬到山下定居，村落慢慢變得蕭條冷清。但是經過這一家人的不懈努力，讓這座百年古村增加了無限可能。俯眼湖湘大地，領略風土人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現在我來到湖南一座大山的山腳下。剛剛我們通過無人機的視角發現，在我身後這座大山的山坳深處，有分布着幾棟泥土房。這裡面難道又是一個古老的村落嗎？現在還有沒有人居住在這山坳裡面呢？我們不得而知。現在就跟隨着我們的鏡頭一起徒步走上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又来到湖南的大山深處。現在我們在這個大山的山腳下，我們在這裡呢看到一棟泥土房在這裡，但是看樣子好像沒有人居住了。我們一起走上去看看吧。先參觀一下這棟泥土房吧。在去山頂之前，我們先來看看這棟泥土房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特色？你看這棟房屋，它的地基啊，都是用這種原始的這種石塊壘砌而成的地基。我估計這裡面走的人不多了。你看門前雜草叢生，但是放了一些柴火在這裡。這棟房子看上去有2套房挨在一起的。估計是上世紀70、80年代村民修建的房屋，但是這個房屋看上去廢棄了有好久了。這裡有一副壽材在這個大廳，見官發財啊！不用害怕，我也是在湖南這邊的鄉村，也是見得多了。以前是比較害怕的，現在看到了也很坦然了。這邊的房屋特色呢，都是這種鄉中民居特色，吊腳樓的形式，純粹是這種泥巴房。這裡面還掛了一些衣服嘞，窗戶邊上還放了一個風箱。難道這個房屋的主人他們還經常會回來嗎？這裡還養了蜜蜂，但是看上去也是廢棄了。這裡以前是一個牛棚或者是養山羊的地方吧。上面的瓦片好像都有脫落了。這棟房子再過個3、5年沒有人管的話，可能就會坍塌了。因為瓦片漏水了，門前雜草叢生，這裡是種的幾棵桂花樹，對吧？門口這裡還放了椅子，裡面垃圾雜亂無章，應該廢棄好幾年了。其實這種泥土房稍微修剪一下，住在這裡面還是很舒服的，冬暖夏涼的房屋。
你知道這個是幹什麼用的嗎？這個蝙蝠，對，這應該是放香的吧？对，像過節過年的話，要祭拜祖先的话，祭拜门神的话，它这里就会把燒的香插在上面。是的，好了，我們現在徒步登到山頂上去，現在開始登山模式。因為這個路啊，從無人機的視角看，這條路是一條蜿蜒盤旋的碎石泥巴路，一直到山頂上的一個山坳裡面去，所以我們的車子呢，不敢貿然走上來。你看，像這麼凹凸不平的路的話，底盤都容易被刮到，而且比較陡，所以我們決定還是徒步上去。從山腳下到房屋的距離大概有2公里左右。現在大家就跟隨我們的鏡頭，一起欣賞沿途的風景，到這個大山裡面去感受鄉里人家的生活方式。周邊的樹木長得鬱鬱蔥蔥，現在是夏季了，所以到處都是枝繁葉茂，草長鶯飛呀。到目前為止，我沒看到電線桿，但是裡面還是有一些房子，具體有多少人在裡面生活，我們現在不清楚，只能夠徒步到上面去一探究竟吧。你看這個路，要想車子爬上來，還是有點難度。要是裡面住的人，那他們下山的話，會使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呢？摩托車。哦，一般山裡面的人騎摩托車的概率90%多。這條路還算是挖通的比較寬了，有1車寬。但是，一旦要是有車子開上來要會車的時候呢，它就會比較麻煩，很難讓車。哦，在這個山腳下這個位置啊，山谷裡面，我看到電線桿了。你想想，電線桿都是走山谷裡面穿行，然後把電線布到山頂上去的。哇，這個工程量不小啊！你看这個電線桿還是布置的3相電，看到了嗎？啊！沒想到在這個僻靜的高山之上，竟然還安裝了3相電，你說奇怪吧？哇塞，這個路盤旋而上的一條碎石泥巴路，我們在前面看到了一棟房子，像是水泥磚房，不知道是什麼建築，不知道是做什麼用途，但是看樣子像是這個信號塔的基站房。是的，沒錯，就是信號塔的基站房，裡面有布置了一些電壓、機房種地、閒人免進。這個黃色的蝴蝶叼了一片黃色的葉子嗎？好有特別的一只蝴蝶。黑色的水管。對的。哦，這裡看到黑色的水管是吧？所以說山腳下的村民真的是想方設法都要用上面的山泉水呀。哦，這裡是一個
人工挖的一個洞穴吧，裡面丟了一些農藥罐子。哇，你看看这個位置好空曠哦！我估計以前這個村落的村民，估計以前種田就是種在這一塊地方，但是現在全部荒廢了。再繞過前面一個彎，應該就能看到房子了。但願吧。啊，這一节路就比較平坦了，走的没有那麼累了。啊，前面那一节路真的是全程陡坡，攀登模式，哇！所以說，到這個高山之中的山坳裡面，能存在一個村落，真的是以前吶，估計祖先們吶，肯定也是躲避戰亂吶，才隱居到這麼一個高山深處。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人類居住的，必須要有水。古人評判一個地方適不適合人類居住有這幾點要求：第一，視野必須要開闊，地勢必須要平坦；第二，必須要有水源，有良田，有適合種地的地方。第三，氣候气温必須要穩定。哇，看到泥土房了，哇，是吧？看以前這一塊就是農田啦，看到沒有？就像你所說的，視野一定要開闊，地勢一定要平坦，要有水源，還可以種田種地。像不像我們闖入了一個世外桃源？是的。錯落分布了幾棟泥土房，在這個大山的山坳深處。哎，我們轉過一個彎，竟然看到這裡有一棟水泥磚房，而且外牆還貼了瓷磚。啊，這棟房子還是比較現代化喲。那再來看一下，哦，旁邊這個泥土房就只剩下一面牆壁了，幾乎完全倒塌了。所以說，整個牆啊，都是成為了危牆了。我們就不走在那個牆下面去了。我們到這個房子這裡看一下。哇，門前雜草叢生，這裡呢，估計也荒廢了7、8年了。啊，它門前院屏還是打了一點水泥地面，所以草呢沒有長到台階上去。整個這邊啊，牆倒屋塌，它這棟房子估計修建了應該有15年以上了。哇，在這個山裡面修建一棟這樣的房屋，還是耗費一些資金的。房子的上面安裝了衛星天線，以前也是用來看電視的。這邊門口還堆了一些瓦片，估計是對房屋上面做過修剪。這裡是完全沒有人生活的跡象了。門前這棵樟樹啊，倒是長得鬱鬱蔥蔥，只是人去樓空。這山裡面的蚊子跟着我飛嘞，是吧？你看我的鏡頭前面總是有蚊子在這裡飛來飛去。所以在山裡面最受不了的就是蚊蟲太多了。你看它這棵樹像不像桂花樹啊？像不像？湖南大山裡的人家，他們最喜歡在家門前栽種桂花樹，寓意花開富貴。看到有人在這邊地裡面勞作，是的，有人居住。哇，你看整個這一片全部荒廢了。
哪怕是有路、有電、有水，都留不住人們在這裡面繼續生活。嘿，你好，哎，大姐，我們是從市裡面過來到這裡來玩的。哦，來玩的。哎，你在忙什麼呀？我在制藥材。制藥材呀？哎呦，你這個山裡面啊，我們一直是徒步走上來的。啊，要這麼辛苦啊？是的，因為這條路啊沒法開車，太陡了。哦。哎呀。那到屋裡去休息。好好，你這個是什麼藥材呀？我這個是风湿病的，是那個。哦，有治风濕病的功效啊。叫什麼名字啊？這個是腐凍。腐凍啊。看起來是好堅硬的感覺。是好堅硬呢，我洗了就馬上裁。你會搞這些中草藥材哦？那你對那個中醫的醫理應該也很了解吧？但是对中醫的，我們是鄉下人，都是祖傳上的，祖傳下來的。哦，祖傳下來的這些中藥的這些醫理啊。來，到屋裡面去。好好好，您貴姓啊？我姓楊，我老公姓鐘。姓鐘是吧？這是什麼果子？這是獼猴桃啊。哎呀，獼猴桃啊！獼猴桃就長在家門口哦。這是野生的嗎？野生的。野生的呀。也就是這個樹一直都是在這裡，然後你們就把它稍微的整理了一下，就長在這個家門口了，都是野生的，都不用到山裡面去摘了。哦，以前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到山裡面去摘的。啊，你們现在这裡面就只有你們一戶人家住在這裡嗎？哦。到屋裡面休息一下，沒有這麼熱啊。啊，好好好。是的，我們是一路走路上來的。這裡面坐更舒服。是吧？是的，家裡面是涼快多了。好，謝謝，打擾你做事情哎。不用緊。啊。你們平時下山的話都是騎摩托車了？騎摩托。對，像這個路啊，開車確實是不好開。啊，你現在就跟大哥，剛剛看到那裡有個人是。我男的。是的，應該是大哥在這裡。哎呀。我泡一點茶給你喝。哎呀，好，謝謝謝謝。是我們的山泉水茶。好嘞，謝謝。它這個房屋也是做的上面的一個閣樓，這邊有個樓梯上去，這個樓梯還是比較穩固的。哎呀，到你們這裡來參觀一下。啊。很難看的要死啊。沒有沒有。這裡面還是好涼快哦。你們這個房子是一直有人在這裡住嗎？是。哦。哎呀。熱水還熱的，還是熱的。沒關係，沒事沒事沒事，你太熱情了。那你們多熱了，先想塞點涼開水。哦，沒事，我們也帶了水也那個了。這是你們家的廚房啊。哎，你們家以前還打了2個這種老的灶啊？以前是，他們兄弟倆住這裡的。哦，以前是兄弟倆，那兄弟倆一起用一個廚房嗎？這是我家的，他們家是那個灶，他們到城裡面去了。早就搬離了這裡了。2兄弟共用一個廚房，不過這個廚房還是有蠻大了。現在就你們一家人住在這裡。他們走了，我也沒有，我們沒用，我們就也沒有跟他打理。是的，是的。這個地方可以出去嗎？可以。看一下。這是沿着山體修建的房屋。你們家這個泥土房修了有多長時間呢？有40-50年了，40幾年了。40幾年啊！平時就在這個地方吃飯了。哎。這裡面這個房子住的應該舒服啊。
是師傅啊。冬暖夏涼哦，像這種泥土房確實是，只是要經常打理一下。裡面是安裝了一些透明的瓦片，就採光性要好一些。因為我這段時間我是累傷了，累到那個腰椎間盤突出。哎呦！你在這裡面平時要做一些什麼事情呢？你在這裡面搞養殖了嗎？在這裡面搞養殖啊。養了山羊。我剛剛看到那裡好像有一只山羊在旁邊，是養了幾只山羊啊？暫時是10只。30-40只啊？10只。10只山羊啊，那也不是很多。賣掉了。養山羊應該不怎麼費神不？還是它會自己回來自己出去吃草嗎？有時候要去找。有時候也要去。那就会比較費神。這個是除草的機子吧？除草機。看樣子是的。你這邊的話還要去除草啊？就是我們家人在這裡，如果不用除草機，那是這些野草，沒辦法走，對吧？這些野草都會瘋長了。畢竟只有你們一家人住在這裡啊。對。是吧？如果這裡是有很多人住的話，經常走的話，這个草都會踩平了。你們小孩呢？小孩都在外面去了。我有一個小孩回家了，他在房間裡面休息。你兒子嗎？兒子回來了。這裡有山羊，在這邊。我們是說想在這裡搞綠色的，是原生態是。搞原生態的種植養殖。對。可以啊，這條路也還行。像有些車子其實還是可以開上來的。對。像有些來收購這些山貨的呀，他們就可以開車上來。我們這裡沒有收購山貨的。那有可能是別人沒有找到，或者是什麼情況？還是像樹木啊什麼的，就還是有人來買。像樹木是吧？砍的沙樹啊。竹子啊，會有人來這邊收購，但是這些像你這個中草藥嘞還是少。你像這個獼猴桃，這裡都結了這麼多耶。現在還沒熟，不然的話都可以吃了。要到幾月份才能吃啊？要到9月、10月。要到9月份、10月份。我們在這裡的就是這個藥啊什麼的別的就是好多東西別的地方沒有，我們這裡就有。對。我們這裡不要打除草劑，也不要打農藥。是吧？像我們那個菜啊什麼的別人都是到了我們這裡，都說我們這裡的菜格外好吃。那你在這裡種了很多菜嗎？現在？現在還是不很多，還是有一點。有點那種青菜了。有種了辣椒嗎？種了好多嗎？那種是什麼樣的辣椒啊？現在還是青的，這都是原生態的。肥料都不要，像這個是蘆筍啊。我是這個呀，這個可以啊。這個是那個，這個是茭白嘛。這個茭白也可以啊。可以搞點回去。我們都是綠色，我是想在這裡搞綠色養殖。那可以啊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。我們是想在這裡養牛、養羊、養雞。是的，你現在這裡像挖口池塘還可以養鴨子、養鵝呀。剛剛在那個地方看到有人新建的那種水泥磚房啊，那棟房子廢棄了多長時間呢？沒有廢棄多少時間，他們有時候回來。有時候還會回來啊？那過年呢會回來嗎？不會，就是平時有什麼事就也回來一下。你們有楊梅嗎？什麼楊梅啊？就野生的楊梅啊，山上的野梅。你摘了嗎？我還沒去摘，我還沒去看有沒有，應該有了。楊梅的話，估計現在都已經對呀，紅的。我們小區裡面有好多楊梅，我們都快摘完了，都掉了。這段時間不是經常下雨嗎？我們這裡的比較遲一點，我們這裡溫度比較低嘛。那有可能哦。你這個藥就是去風濕的啊。這種是去風濕的。
你们是中药世家了。哎，对。哎，你好，在家里休息啊。你这些是什麼東西啊？這些也是中藥嗎？哎，也是藥啊。也是中草藥啊。不過我一個都不認識，是吧？要是我的話，可能就會認為這是普通的野草了。這是我特意留在。是的。我是特意留在這個地方，孩子什麼可以，回來了可以學一下，是吧？就印象更深嘛。是的。那你也是打算跟你父母在這個裡面，準備在這裡面搞養殖、搞種植？我在外面打工了。哦，就是回來休息一下。對。這幾棟房屋都沒人住了哦，包括那邊還有一棟房屋。從這條小路過去，我剛剛還說要去這裡看看。哇，整個周邊呢全是草，你要是不用除草機的話，這條路都是封住的。哎，我們經常用除草機打。這裡也是你們養山羊的地方嗎？哎。這是別人家的房屋。這個房屋應該有廢棄了10來年吧，有吧？有。我們關了羊，在這裡搞養殖。哦，你們關了羊在這裡，那是鄰居的房屋了。以前是。以前這裡生活了多少人呢？以前這裡有70-80個。70-80個人。哦，這裡也是這種。有300人。哦，多的時候有300人吶。這個就是典型的鄉中特色，然後這裡面呢也是安裝了衛星天線在這裡。大哥你好。啊，就是栽種的辣椒啊，黃瓜都還沒長起來哦。山裡的溫度是不是相對較低一些喲？是啊。哦。低一些。黃瓜都沒長起來。哎，撕一條啊，是加3個4條可以。好，等一下給我崽子吃。哇，看到沒有？這個是湖南的大山裡面的人吶，種的這種辣椒。這是湖南，你是種的幾種辣椒啊？你這個辣椒長得還是蠻好的嘞。哎。這種辣椒辣嗎？這種辣椒現在不是很辣。反正你要多少摘多少哦。哦，好。你這些辣椒種的菜啊，你會自己拿到菜市場去賣嗎？有時候會呀。哦。是的，一般自己種的菜價格就會賣得相對高一些。因為我們不想種菜了，就沒種這麼多。哦。往年種的比較多一點。以前種的多一些是吧？對，因為種菜太累了。哦，那也是的，種菜還是要人工去打理的。哇，你這個辣椒種的其實也蠻多的嘞。是啊。對吧？這個辣椒其實還蠻好賣的呀，有這麼大的一片菜地呀，在這裡啊，我覺得種一點還是可以了。因為你下山的話，騎摩托車還是方便嘞。你不像走路嘞，走路就沒法弄啊。你們年紀也不大，在這裡面呢搞養殖還是有發展的空間。就是到外面去打工是不小，因為我們上了年紀就沒什麼用，做不了什麼事。我們就想趁現在還能動，自己創業。還年輕的時候都是要陪孩子在外面讀書，耽誤了我們創業的時間。我們到鄉下來，找一些山裡面的人吶，買點農產品回去。大哥是在幹嘛呀？啊？你在幹嘛呀？幹嘛？哪有幹嘛？就是要立起來呀。哦，就是讓它攀騰啊，讓它攀岩。這是什麼東西啊？那個頭功。豆角。就是豆角啊。我看一下，這棟房屋也是大門敞開的呀。
哇，你就把周邊的房屋都征用了旁邊的房屋了。那他們這些鄰居，他們是給你們用的是吧？他們到城裡去了，他們不要。這個房子也不要了。哎呦，那你們真的是得天獨厚的条件呐！啊，也要去维護。也要去維護，那肯定啊。像這種房子沒人住的話，就會漏雨。哎，对，利用起來，就不然的話就容易倒塌了。哎呀，養雞在這裡哦。哎呀，它這個門前也是雜草叢生。這棟房屋應該也有40、50年吧。也有。平時做一些維護，檢視一下房頂。是的，如果你不征用它的房屋的话，可能早就倒塌了。他們這邊大面積離開的時間有多長時間呢？基本上是有30年了。有30年了。10年。哦，10年了。种10年了。哦，有10來年了，離開這裡了。看一下這種古老的房子，以前我們那邊沒有這種房子。到這裡來就是拍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平時也就是在這山裡面勞作。其實這裡面生活還是比較愜意啊。哇，這些雞都是散養的，到處在這個草堆裡面吃蟲子。哇，這是蝴蝶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是准備養羊。養牛。你看，這些就是天然的牧場啊！你把牛羊都放進來是有，對啊，有的吃的。你說一戶人家住在這裡，晚上啊會不會害怕呀？不會害怕。不會啊，你們以前住在這裡住習慣了咯。我是膽子比較大的。是吧？這大晚上的，要我在這裡還是不敢住的，有點怕。是的，這些芋頭還有用嗎？這些芋頭已經是這是做藥材的。這些芋頭都可以當藥材用嗎？這是芋頭還是藥材喲？這是一種藥材，不是芋頭。哦，不是芋頭啊，這是藥材呀。它是起什麼作用的嘞？都是消毒呀什麼的，像治那個乳腺癌呀什麼的。哎呦，有這麼好的功效啊，可以治婦科方面的。那真的是，我看上去真的外行来看以為是芋頭，我還以為是芋頭，怎麼可以做藥呢？这是一種中草藥哦。芋頭我也懂了，像那种就是芋頭，是吧？看不，真的是不認真看還是看不出來嘞。那你這裡到處都是寶啊，連家門口都是中藥材。家門口那裡我是種的那個藥材標本。哦，種的藥材標本呢？那你們真的很厲害。哪有什麼厲害？我們是不想把我們祖上传下來的技術流失了，所以就種在家門口。機会再來喲。好，我們知道這個地方，下次可能這些熟了之後再來。沒想到我們今天徒步走進這個高山的山坳，這裡竟然還真的是一個古村落。在很久以前，這個地方曾經居住了上百口人。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住在這裡面的人們一戶一戶的搬走，人去樓空，房屋也隨之倒塌。現如今就只有這一家人仍然堅守着他們曾經生活過的這片土地，繼續過着悠閒自在、與世無爭的山居生活。好啦，今天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啦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